少将军的康复宴怎的不叫春喜啊？她一个粗使丫鬟，哪有资格参加？当初要不是少将军瘫痪在床，她这种土包子连伺候少将军都不配。春喜，大夫人叫你过去。烦请两位姐姐带路。恭喜魏将军痊愈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那个叫春喜的丫鬟尽心尽力的照顾了魏兄3年，魏兄如今大好，可要给他个名分。他确实很会伺候人，你若喜欢，可将他要了去。是啊，一个低贱的丫鬟，哪里配得上文武双全的少年将军？他吗？更何况，人家还有青梅竹马、才貌双全的未婚妻呢。3年的悉心照顾，换来的不过是嘲笑奚落。继续待在魏府，真的值得吗？愣着干嘛？走啊！春喜啊，你照顾大少爷有功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以这丫头的身份，给阿泽做个通房已是顶了天，只希望她莫不要不识好歹。回夫人，奴婢想要自己的身契，还有100两银子。你要的竟不是名分，还望夫人成全。哼，你傻不傻呀你？魏家就拿这点东西就把你打发了？什么叫这点东西？这些绸缎可是女儿花了8年才挣来的，换做旁人，哪怕是80年也挣不回来的。更何况，给魏大少爷治腿的是宫中御医，豪掷千金购买药材的是魏家。大少爷院中不止女儿一人伺候，魏夫人能给这些，您还想如何？他院子里面不止你一个人，而且你是贴身伺候大少爷，你俩已经有肌肤之亲了，我看你以后还怎么嫁人？娘说的对，那请娘为女儿做主，去给魏夫人谈谈，让她上门来提亲。提亲？提什么亲啊？啊！人家魏少爷能瞧上咱们吗？人家魏大少爷已经有未婚妻了。原来娘也知道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就听娘的话，咱们身份低，不要奢望太高，做个妾室通房也就行了。你没日没夜的伺候了他3年，魏大少爷定会念及旧情，到时候何止这些绸缎？连娘都知道，这3年的情分与旁人不同。那等少夫人过门，你觉得我还能有好果子吃吗？少夫人虽然和大少爷青梅竹马，可她受伤之后，她心里忐忑，她没有履行婚约呀。如此一来，必然生出嫌隙。就算她嫁进来，大少爷肯定也会护着你的。大少爷要护着我，那少夫人，你觉得他会不会拿我家人撒气啊？是啊，娘，这魏夫人要是进了魏府，肯定不会善待我们的。你们都歇着吧，真是烦死了，一点都不开窍。妹妹，别生气，娘也是怕妹妹吃亏了。她知道你被调去伺候大少爷，在屋里哭了整整几日呢。8年前，她让我卖身为奴的时候，也哭得死去活来。可那又如何？该买还是买。滚！都给我滚！
都看见了吗？魏家不缺丫鬟，大少爷杀一个，马上就能补一个，无非是花点银子罢了。你们如果不想死，就乖乖的好生伺候。诺。春喜，过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来伺候大少爷。怎么，不愿意？春喜愿意。去。我要喝水。是。你也觉得我是个废人是吗？没有的，少爷，我只是……不疼，不疼，只要少爷开心就好。倒是个能忍的，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照顾我，没有我允许，永远都不许离开，听到没有？是。2年前我外祖母临终，我只不过去伺候了3日，都心有余悸。妹妹这3年，定然不知吃了多少苦。好在如今，终于不用过伺候人的日子了。少爷，老夫人交代过，您的身子刚好，药还得继续喝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少爷，这就是您平常喝的药啊，平日里的药，何时有这般苦涩难咽？少爷，平日里都是春喜给您煎的药，他每日都会在里边放些蜜饯。那他人呢？今天春喜跟大夫人要了他的卖身契，回家了。而且大夫人不但赏了他1车的绸缎，还赏了他1000两银票。要不晓得把春喜姑娘给接回来。一个卑贱的丫鬟，想在我面前耍性子。不用管，不出几日，她便会求着回来。回来这些日子，你除了吃你就躺着，咱家啥光景你不知道吗？养你这种干吃饭不干活的吗？这3年我拿回家的月钱至少有30两银子，怎么回来2日就让我给吃绝了呢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咱家自然是有钱，但是也不能坐吃山空啊！既然娘觉得家里养不起我，倒不如让人把我给嫁了。这样我去婆家好吃懒做，就不会碍着娘的眼啦。万一魏小将军后悔，愿意把这死丫头当外室养着，到时候我可就是将军的丈母娘。哼！哎呀，我没有催你嫁人的意思，你整天这么躺着，传出去不好听。说的冠冕堂皇，无非是还念着将军府，想靠着我沾上将军府的光。只可惜啊，我和拆桥细如冰。哎，娘也知道传出去不好听，那就赶紧找媒婆给我说亲吧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去拿魏夫人赏的布匹，去集市上问问价，省得娘说我好吃懒做，坐吃山空啊。你这丫头，你气死我了你！大家快来看看上好的布匹！哎，小姑娘，你这绸缎哪来的？看这质量真不错，真不错，这都是上好的绫罗呀。要不要看一看？一匹10两。这是哪家的公子小姐出门了？太贵了。这你都没认出来？前头洗马的是魏小将军，还有叶家的2公子。
后面马车上是他青梅竹马未婚妻萧家萧清河。春喜，真晦气，出门忘看黄历了。这不是魏兄平日里最宠的丫鬟，怎的也跟着魏兄出来了？母亲仁善，念他尽忠，忘还生气于他，他已不是魏贤的丫鬟，还请叶兄慎言。撤！民女春喜见过叶公子。春喜姑娘，你是来找魏兄的吗？回公子，魏夫人赏赐民女这些布匹，但料子太好，民女一家实在不敢享用，只想找个铺子卖了换钱，断不敢纠缠魏小将军更多。你照顾魏兄这么多年，就给你几匹布打发了。夫人宽厚，自然不止这些，民女一家感激不尽。我给你双倍的价钱买你的布，你随我一同踏青可好？魏兄，你应该不介意再多个人。撤！你喜欢萧清河，跟魏灵泽不对付，关我啥事儿？真是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民女身份低微，恐怕不能与叶公子一同骑马。无妨，本公子不介意。走。春喜姑娘，吐得这么厉害，怕不是咬了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叶公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要不是你非要把民女带到这儿来，民女也不至于被颠吐。我看你找死！有没有人啊？救命啊！杀人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闭嘴！再不乱喊，现在就杀了你！老天爷，求您快帮我脱离苦海吧！来，小心他。我身边还缺个忠心的丫鬟，魏家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我给你双倍。叶少，民女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民女都已经熬成老姑娘了，好不容易求得夫人恩典，恢复自由身，现在只想赶紧嫁人，不想孤独终老，求叶少爷开恩。良籍女子婚嫁自由，叶二公子无权干涉。我不过是随口一说，并没有逼着她做我的丫鬟，是她自己非要磕头的，也不知道想让谁心疼。去年魏小将军还跟这丫鬟形影不离呢，如今腿好了，果然人心一样，对吧？魏灵泽，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？你想找死？成全你！你想找死？成全你！魏将军，魏将军，我家少爷就是给您开玩笑，您大人有大量。魏冷，别这样。3年照顾，我本以为你是个安分守己的，没想到你前脚出了我魏府，后脚就要去攀那叶家的高枝，还故意在我和何二面前挑拨，故意和他上演这么一出欲擒故纵的戏码。你就是一个只会伺候人的丫鬟，你配吗？魏大少爷，我发誓，我跟叶公子绝对毫无瓜葛。我一直都很感激魏家，绝对不会做出背叛旧主之事。魏冷，不要！我相信春喜姑娘是清白的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何儿，你出身高贵，心性善良，不懂这种出身市井的贱婢心机有多黑暗。今天我要不给他点教训，之后指不定有什么大事端。魏冷，春喜姑娘再怎么样，也尽心照顾了你3年，你就当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饶了她吧。滚！也真是枉费心机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有萧小姐这么貌美心善的未婚妻在前，
魏大少爷怎么看得上你？赶紧滚吧！为什么？我明明就是不想死，所以我才绞尽脑汁的去伺候。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我从来不敢妄图些什么，我也不敢去跟大小姐争什么。为什么都要这样对我？你是人是鬼？你是人是鬼？我不是鬼，我是人。我只是跟别人出城迷路了，你们能载我一程吗？我可以给钱。你怎么证明你不是鬼？而且你都跟人出城玩了，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？上车。多谢公子，公子好人有好报，一定会福寿绵长，多子多福的。京兆府办案，你不必怕。原来是位官爷啊，难怪什么？难怪一身正气。你当真不怕？纵有什么邪祟，也被大人这一身正气给冲散了。民女自然不怕。倒是个会说话的，在宅子上伺候过。大人，罢了，本官是办案的京兆尹，也不是简洁的户部，懒得理会那些。大人，这雨应该不会再下了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启程。走吧。侯爷，我们到地方。姑娘，到城门了。对不住大人，我实在是太困了。无碍，可要我送你回家？不用了，大人。小女子在这儿下车就行。这位大人真是个好人，要是跟他搞好关系，是不是以后我受委屈都有人罩着了？又发白日梦。侯爷，你什么时候这么会怜香惜玉？你若是闲得慌，就去把当年魏府税银一案调查清楚。这大少爷的气性可真大，妹妹这3年真是受委屈了。人家大少爷也怕有人挑拨离间，坏了姻缘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不好好在家待着，瞎跑什么？这下好了，大少爷误会你吃里扒外，我看你可怎么办？反正误会已经产生，说不定日后还会有什么祸端。娘还是赶紧找媒婆给我说亲吧。这死丫头，嫁人后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贴补家里，更何况要是找我要嫁妆怎么办？你瞧瞧你，一个姑娘家，天天把嫁人挂在嘴边，也不怕让人笑话。娘，魏夫人之前送回来那些布匹放哪了？你们这个干嘛？我找了一个买家，他愿意出高于市场2倍的价格来买这些布匹，到时候估计能到手上千两。什么？2倍？哎呦，那些东西
会值那么多钱？哎，是不是人家把你给骗了啊？哪个袁大头愿意出双倍价钱买那些东西啊？怎么没有？人家还上赶着呢。上赶着？真不错呀！另外2匹布呢？这东西放在我屋里边怎么会少啊？肯定是你记错了。不可能，这2匹布，一匹是藏青色，一匹是湖绿色，而且都是上好的蜀锦。娘是非要我去报关才能想起来吗？哎，这东西放在我屋里，家里又没有外人，少了2匹，自然是我送人了。娘，爹去世以后就没有亲戚来往，你送谁了？是亲家母昨天拿着鸡蛋来看你大嫂。亲家母呢，知你在魏家得了不少好东西，我呢就顺便送了她2。平日里女儿多吃2口包子，你都不乐意，转头就把上好的蜀锦白白送人。看来我这个亲生女儿还没有你的面子重要。你这些年不在家，那都是亲家母照顾啊。何况你将来嫁人以后，我就不信你不想着你娘家。这3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，连外人都知道。娘怎么就只体恤别人，不体恤自己女儿？我如何不想着你了？我早就劝你早做打算，好好跟着少爷。你如果当时听我的话，今日你至于落到计较2匹布匹吗？谁都知道你在魏家帮人端屎把尿的，日后我看谁还敢娶你。娘，原来这才是娘的真心话。这3年我没日没夜的干活，连外人都知道，娘却一点都不心疼自己女儿，还和别人一样瞧不上我。我在魏家干着端屎端尿的活，没有好人家愿意娶我，所以我就该自甘堕落，下贱去爬床，死皮赖脸缠着魏领泽给他做妾吗？好，我可是你娘，是我辛苦把你养大的，你现在长本事了，我说不得你了是吧？谁家女儿这么小气啊？连自己亲娘拿2匹布都这么计较。妹妹别生气，都怪大嫂不好。大嫂待会儿就回家把那2匹布要回来啊！这不关你的事，大嫂。娘说的对，是女儿太小气，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？我看你是故意找茬，哪有什么买家？不管有没有人碰，那都是我的东西，娘只是代为保管，请娘以后不要再自作主张了。娘，日子没法过了，你看看这个不孝女啊，不孝女啊！爹，女儿来看你，不是女儿不孝，一来是我卖身为奴，身不由己；二来也是怕您看到心疼我。娘如今是越发脸不清了，麻烦爹托梦告诉她，女儿现在处境很尴尬，要是不早点嫁人，就会导致一直陷入这些是非之中。女儿也不挑剔，但求一个踏实上进、愿意好好过日子的就行。您不说话，我就当您同意了。撤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给我爹扫墓。近日有人盗尸，跟我回京兆府一趟。盗尸？昨天晚上那位大人不是在办案吗？怎么成盗尸了？不会危险吧？大少爷不是要带我去行训室吗？闹够了！不知春喜何闹之有？你擅作主张离开魏家，不就是为了证明你在我心中的位置，逼我退亲娶你吗？大少爷，你误会了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。大少爷和萧大小姐，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我由衷的希望你们2位儿孙满堂，多子多福。
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你不必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。大少爷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也是真心想离开魏家的。我娘已经在帮我张罗婚事。够了，我的耐心有限，你确定要这么继续跟我闹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跟我欲擒故纵，我现在就是主动给你台阶下。你若是不见好就收，那就是不识抬举。并非是我要闹，我若是继续待在魏家，大少爷不为我打算，还不允许我自己为自己谋条出路吗？你怎知我没有为你打算？泽儿，你如今已大好，可要收用春喜那丫头？不用，孩儿与萧家婚约在身，更何况当年偷用税银一事是萧魏两家一起谋划的，如今朝廷怪罪了下来，只有我们两家联姻，才能真正算是同一条船上的人。你考虑的周到，不过我看这丫头是个有心眼的人，万一这丫头要是挟恩图报，非要抢在清河入门前，母亲放心，孩儿不可能给她这个机会。一个丫鬟而已，她费心照顾我3年，定然是对我情根深重，图谋甚大。她又向来是个能忍的，待孩儿位极人臣那一天，像她这种喜欢攀龙附凤的女人，定会对我更加死心塌地。你知道的，我想要的东西，永远都是我的，包括你。不论大少爷什么打算，我不知情，不参与，也不想知道。是吗？别动！魏郎，是我。你们快显灵劈死他吧！今日怎么有空来了？今日陪祖母出去礼佛，路过这里，想过来看看你。呸！狗东西！明明我没有犯傻，假公济私，就是为了把我带回来羞辱。大人，有人在查盗尸一事，大人你可千万小心啊！曹春喜，谁让你出来的？沈大人，她是我的丫鬟，我管教自己的丫鬟，还请沈大人让开。大人，民女早就不是他的丫鬟，我已经恢复良籍了。民女今日去祭奠父亲，谁曾想遇到魏大少爷，他调查盗尸案，民女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被他抓了过来。大人可一定要为民女做主啊！他说的可是真的？当初若非受伤，我早该是统领千军的骠骑校尉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？现在过来，我可以不罚你。大人，民女好害怕。不是的，先是无故抓人，又是以下犯上，魏家二少爷这是大唐的法律与无物吗？这沈清渊空降京兆府府尹之位，却无人知晓他背景如何，此人定不简单。泽儿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抓到错处，万一被他盯上，翻出来3年前的税银案，我魏家怕是要大祸临头。方才是我冲动了，还请沈大人莫要跟我一般见识。春喜，我知道方才有些伤人，但我可以补偿你，前提是你不能在外人面前胡闹。很好。
多谢沈大人再次相救，如此大恩，民女莫齿难忘。魏家大少爷瘫痪的这几年，是全上京最惹人关注的事，连我都知道魏家有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。你今日这遭，是为何？大人，我早已经不是他的丫鬟了，没有必要对他忠心耿耿。更何况，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以他在故意拿桥，妄图抬高自己的身份。走吧。去哪？送你回家。大人，你真是个好官。我今天算是把魏灵泽得罪死了。叶儿被刺了一剑，肯定也记着仇。若能跟大人搞好关系，至少日后还能有一个喊冤的地方。看什么？看什么？民女是看沈大人丰神俊茂，忍不住想多看几眼。狗官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全部为民办事，还有没有人管了？沈大人可是睡银案的报案人，说死就死，现在连尸体都找不见了，没有天理啊！还有没有天理啊？要饭，为我把关！就是啊，沈大人这么正的发邪的人，跟我在一起都开始倒霉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沈大人，那天马车上的尸体是那位姑娘的吗？你也知道摄影案？当然知道了，那可是3年前的大案，据说丢失了上万两白银，每天都有张榜。不过大人既然已经在调查税银案，为何不让受害者家人知道？官府办案讲究的是证据，未得家属允许，不能开棺。我深夜到时虽然出于好意，却有违律法，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这世道贪官无数，愿意赌上自己的前程，被人误解谩骂，也要查明真相的好官，却是寥寥无几。沈大人，我真是越来越崇拜你了。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快去来了，快走！快走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你别误会，我们只是……今天天气真不错。大人，马车已经处理干净了。今日是我连累了你，你若是方便，随我去府上洗漱一番吧。不用麻烦大人了，小女子在这儿下车就好。好，那我派人换辆马车送你回去。侯爷，这个春喜，小人还是劝大人谨慎一些。万一他是魏家的密探，知道了咱们是来调查3年前税银案的，怎么办？从我第一次见面就已经查过他了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丫鬟。魏林泽受伤之后，他才入的魏府，与税银案毫无关系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可是大人，您不是不喜欢陌生女人碰您吗？之前连齐王的小女儿碰您一下，都被您推得老远了，怎么他……春喜，春色喜然，好名字。啊，我怎么觉得这名还没我的好听？闭嘴！只要我说呀，哪有当娘的不心疼自己女儿的？哼，若是我的女儿这样不明不白的被人害死，别说扔那个狗官臭鸡蛋了，我就是豁出这条命，我也要给我女儿报仇。既然您心疼女儿的话，倒不如赶紧找媒婆给女儿说亲吧。今天我去给爹烧香的时候，碰到魏大少爷了。他觉得我离开魏家是在故意拿桥，若是女儿再不嫁人，咱们家恐怕是要大难临头了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丫头啊！啊，那魏大少爷分明对你有意，你服个软便是了，你怎么还煽动外人去打他呢？他的意思是让我去当他那见不得人的外室。怎么，娘不怕传出去被人戳脊梁骨啊？他何曾让你做外室了？哼，分明是对他有爱慕之情，你为什么不留在魏府继续伺候他了呢？反正人我已经得罪了，娘若是非要把我嫁出去，黄泉路上我不介意一家人团聚。你看我做什么呀？难道我是恶人不成？
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这天底下哪有这种逼着自己的亲娘非要嫁出去的女儿啊！老曹，老曹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吧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啊！王妹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叫我年少守寡，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，这家里家外都是我一个人操持。如今马上要伺候儿媳妇的月子，这个死丫头非要在这个时候嫁人，她一点都不体谅我呀！这哪有当姑娘的，整日里把嫁人挂在嘴上的，真是不知羞耻。是啊，你这丫头，你娘守寡多年，拉扯3个人不容易，你怎么不体谅体谅你娘呢？春喜啊，娘也不是说让你留下来伺候大嫂，只是现在咱家正是需要钱的时候，真的是没有多余的钱给你置办嫁妆。春喜，你体谅体谅娘吧。果然，这才是你的目的。不想承担苛刻女儿、霸占女儿财物的恶名，那就只能让左邻右舍作证，说我春喜忤逆不孝，有错在先。这些年我在魏家赚的钱，几乎全都拿进家里了。既然娘说家里没钱，我也不为难家里。嫁妆嘛，我可以不要，但请娘承诺，以后不再伸手问女儿要钱。女儿可以不要嫁妆，但请娘以后不要再伸手问女儿要钱。这死丫头怎么这么淡定？难不成有什么生前的路子没说出来？娘，如何？还是故意装深沉，想从我手里骗钱呢？我始终是她亲娘，就算我以后不问她要钱，这死丫头难道真的能不管我？好，只要你不要嫁妆，以后我1分钱都不会要你。口说无凭，大嫂，麻烦你去拿纸笔，让娘立个字据，再请各位婶婶做个见证，按个手印。怎么还要立字据、按手印儿？怎么？您是有话要说？你们毕竟是亲母女，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我们今天要是按了手印儿，改天你们和好了，那我们里外不是人呐。就是啊，王婶子，春喜刚从魏家得了那么多赏赐回家，随便卖2匹布就够置办嫁妆，那也不能一点不给呀。剂量大些，别跟自己亲生女儿一般见识。是啊，要是这几年没有春喜在魏家为奴为婢，这曹武能娶上媳妇儿吗？你这身子骨能治好吗？好啊，你们的意思是让我给这个死丫头道歉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拿纸笔来呀！去呀！今日有各位婶婶们见证，我曹春喜日后出嫁，不会要你们家的嫁妆，哪怕是出嫁以后，也不会要你们家1个铜板。若有违约，我曹春喜口舌生疮，重病不起。好啊，你现在是长能耐了是吧？好啊，以后家里1粒米也不能吃，而且你住的房子也是要房费。好妹妹，娘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千万别当真，跟娘服个软就没事了。是啊，春喜，她毕竟是你亲娘，守寡多年，拉扯一家子不容易。你毕竟是做女儿的，不忍着让着，怎么能行呢？外面的房费1天最贵也就是3文钱，超出这个价，我就搬出去住。你在魏家长本事了，你吃我药了是吧？好，从今天起，我就为你这个女儿。算了算了，不生气了，不生气了啊！娘，哎呀，这里员外呀，在城东有处铺面，郊外呀有果园，这每年光是收租啊就够吃喝了。他还愿意出100两聘礼，你要是嫁进他们家，就等着享福吧。这位李员外多大年纪了？也没多大，
而且富贵养人，我看着可年轻呢。真的没多大，过了中秋也才40呢。婶子，我年岁小，压不住人，没那命去李员外家享福。不求您给我安排个美男子，但求踏实会过日子的人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还真有一个。他呀叫林凡，今年才25岁，是京兆府的侍卫。听说呀，明年就能被提拔进京武卫了。家中父母早亡，就剩一个舅母，对他还算关心，让我替他找个媳妇儿。婶子，你帮我约见一下这位公子。没问题呀，你想约什么时候？越快越好。大人，我家里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啊。3年前的税银案，你做了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大人冤枉，小人真的不知啊。找到了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3年前，是不是魏家实施你协助偷盗税银？大人，小人真的与3年前的税银案无关啊！这一定是有人要诬陷于我，请大人明察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嘴硬？秦叔，把他绑了，带去衙门。是。谁啊？林凡呐，是大娘啊！你之前不是让大娘给你相媳妇儿吗？大娘今天啊，给你介绍个姑娘。去把他们打发了，以免让人起疑。你是星叔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春喜，是你来相亲啊？这儿住的不是林凡吗？是林凡，他昨天出任务受伤了，现在不太方便。原来是这样，春喜啊，你看，咱们要不下次再来？对，下次再见。下次不用那么麻烦，我现在就有空。林凡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昨夜出任务，追捕逃犯受伤了，姑娘应该不介意吧？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走，那你们先聊着，大娘呀，去外边转转啊。走。你，姑娘先说。我叫曹春喜，今年17了，家住南大街曹家巷子。之前是在魏家给魏大少爷做丫鬟的，不知林公子可有耳闻？以前略有耳闻。那林公子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姑娘既然出了府，那就说明那只是一件差事。闲杂人等的闲话，我并不在意。我只想知道，姑娘为何着急成亲？那魏家少爷对我心存执念，可我并非攀龙附凤之人，所以我想赶紧结亲，早日脱离魏家。魏家如今势大，林公子若是不想沾染，我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若姑娘愿意，林某明日便带聘礼上门提亲。公子就不害怕魏家？姑娘不怕，我为何要怕？好，那我等你。只是这聘礼都是面子上的功夫，我不在乎这些。姑娘可以不要，但林某不得不给。可我并没有相匹配你聘礼的嫁妆。姑娘对我来说，就是最好的嫁妆。
大人，您真要和春喜姑娘订婚？有何不可？可是，如果您喜欢春喜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跟她禀明身份？如今魏家盯我盯得正紧，我若将真实身份透露出去，必会将他推上风口浪尖。如今税银案已有了眉目，待我查明真相，将真相告知于他，以他的聪慧，定会理解我。什么？你要定亲？既然娘不打算为女儿的婚事张罗，那女儿只能为自己谋划了。你这婚姻大事，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哪有自己自作主张的？怎么没有？女儿前几日还梦到了爹催促女儿赶紧嫁人，这媒人也是10里8乡有名的媒人，这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哪个落下了？更何况娘别忘了，前日你才和女儿定下条约，女儿出嫁没有嫁妆，女儿身份低微，又不知书达理，之前还给魏大少爷端屎端尿3年，这体面人呀瞧不上女儿，女儿又不想嫁不出去，只好拖一拖张媒婆，赶紧给女儿介绍一个好男儿。你气死我了你！你气死我了你！我只是让你体谅一下家里面，别管我要嫁妆，可是也没说让你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呀。我可是你亲娘，到现在你说你嫁了什么人我都不知道。他叫林凡，是京兆府的侍卫，月薪3两，无父无母，女儿非常满意。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你要嫁给那魏大少爷，那魏大少爷8根腿毛都比这小侍卫腿粗。你放着好日子你不过，你上赶着倒贴那个赔钱货呀你！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宁为穷人妻，不为富人妾。我跟魏大少爷没可能，我劝娘不要再心存妄想。那小子给你多少聘礼？没有嫁妆哪来的聘礼啊？什么？你1分钱的聘礼都没要啊？哎呀，我怎么养你这么个赔钱货呀？老曹啊，老曹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吧，这女儿要活活的把我气死呀！老曹，一个连聘礼都掏不出来的废物，你当真愿嫁？魏大少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曹春喜，你还真是长本事了，用嫁人这种下三滥的方法刺激我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你怎么敢嫁人？魏大少爷，我如今已经不是魏家的奴婢了，我的婚事还轮不到你来插手。你这贱蹄子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？你敢顶撞魏大少爷？大少爷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的未婚夫还不知道你这双手是怎么一寸寸擦拭过我的身体，甚至连最隐秘的地方都不曾遗漏吗？他知道你这双腿曾在我榻前跪了多久，为我暖脚到天亮吗？你当真以为洗干净了就能装清白？是，他知道。正因为他知道这一切，却依然敬我，愿意娶我，所以我才更心甘情愿嫁他。曹春喜，你找死吗？放开我！魏大少爷，冷静，冷静。我耐心是有限度的，现在立刻去收拾东西，跟我走，否则我不介意让京兆府的天牢多几个人，或者让护城河底多几具无人认领的尸体。哎呀，魏大少爷，这丫头跟曹家可没什么关系啊，你如何处置都行，你求你饶了我们吧。魏灵泽，你别太过分！我就是过分又如何？当初要不是我的一时兴起，你早就在一个角落里烂掉了。是我给了你活路，给了你体面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愿意像条狗一样，永远的乖乖的匍匐在我脚下？
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忤逆我？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已经定亲了，生是他的人，死也是他的鬼。贱人！你那未婚夫能给你什么？是这么一间四面漏风的破屋，还是你这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？他能给你锦衣玉食，能让你全家鸡犬升天吗？他连给你买根像样的簪子都买不起，凭什么碰我魏灵泽碰过的女人？谁说我给不起？林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走！这就是你那穷酸的未婚夫，藏头露尾，连真面目都不敢露，也配对我指手画脚？这是谁弄的？我弄的？怎么了？一个卑贱的奴婢，我想掐就掐了？你再敢碰他一下，我让你这只手永远抬不起来！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！良辰吉日，天赐良缘，曹家有女，贤良淑德，今林家特备薄礼，前来下聘。老天爷呀，快看呐！白银1000两，金镯2对。就这点东西，也敢？银锦白匹，锦绣10副。那个料子，我在知府夫人身上见过。御赐福寿双全，玉如意1柄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魏大少爷见多识广，该不会不认识这个印记吧？假的，这全是假的！那敢不敢赌一把？这若是真，你想怎么死？好，今日算是魏美看走了眼。行舟，我们走。林大哥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不过是些身外之物，你若喜欢，之后还有更好的。早些年，我走南闯北，认识了不少朋友，他们知道我要成亲，送些礼物，撑场面罢了。别多想，你只需要知道，从今往后，没有人能欺负你。春熙，10日之后，我定会来娶你。春熙，10日之后，我定会来娶你。原以为找了个老实本分的，结果竟是连魏家都要退避三舍的人物。曹春喜啊，曹春喜，你这到底是撞了大运，还是惹了大祸？来，闺女吃面了。哎呦，闺女，快看这聘礼。这聘礼和娘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闺女啊，我好歹是你亲娘不是？亲娘，今儿个你是怎么当着魏大少爷的面说的？您亲口说的，这丫头跟我们曹家可是没有任何关系。娘只是说一句认怂的话，那还不是怕你连累全家吗？是不是连累全家？您心里清楚。若再是打聘礼的主意，我们母女之情一刀两断。你反了天了，你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去找李正去评理去？去啊，正好让大伙评评理。你是怎么打算把自己亲闺女卖到魏林泽那个禽兽面前当玩物的？你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你！夫人，少爷知道错了，求您饶了他吧。当初我就问过你，要不要收用春喜那丫头，说不要的是你，现在上门回去，闹得满城风雨的也是你，这是要把为娘气死不成？娘，孩儿知道错了。3年前，你和你父亲护送灾银那件事，要不是萧家相助，
只怕我魏家早就要被调查个底儿朝天。咱们和萧家现在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你以后莫要再大张旗鼓了。孩儿知道了。再等等，等到三皇子登基，我们和萧家便是从龙之功。待你重振我魏家荣光，春喜那样的女子，你要多少有多少。好好看着大少爷，会做6个时辰。是。少爷，去查那个姓林的到底什么来头。是少爷。大少爷，这是我为您的宝剑打的烙子。做这个干什么？别说持剑，我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。大少爷，我相信您总有一天会恢复的。无论怎样，春喜我不会放手的。什么？魏灵泽居然去那个丫鬟家里毁亲，还要砍人？阿姐，我就知道那丫鬟不是个安分的主，看似离开魏家，实则有事没事天天就在姐夫面前晃悠。现如今居然还找人演戏给他下骗，还让姐夫看见了，真是无耻至极。不过是巧合罢了，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了。而且阿云，你不该派人监视魏郎。阿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阿姐要顾全大局，我可不用。曹春喜，我定要让人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狐狸精。你们听说之前的盗尸案了吗？听说尸体找到了，就在京兆府署衙的停尸间呢。仵作从尸体上验出了很多伤，还有毒，就是那个黑心肝的婆家，为了娶更有钱的新媳妇儿，故意把人给虐杀了。听说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呢。我也听说了，这么多天尸体没有一点腐坏，怕是死得太冤，亡魂难安呐，所以自己从坟里爬出来鸣冤呐。走吧。春喜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们准备了蛋黄酥，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？肯定合。我过节日就要成亲了，给你和青叔大哥准备了喜帖，可一定要赏脸啊！就算是天上下刀子，我家大人也一定不会缺席。别听他瞎说，到时候我们一定去。好。对了，大人，听闻盗尸案已经查清楚了，真凶也被严惩，大人真是太厉害了。有大人这样的好官在，真是江山社稷之福。最近我们吃了你不少好东西，你若是有什么难事，都可以告诉我们。自从遇到大人之后，民女就没有什么难处，处处都顺心的很。想必是大人福星高照，民女也跟着沾了光。对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办事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说，春喜姑娘要是知道你就是她的夫君，会是什么反应？你要是闲来无事，就去把茅房洗了。叶二少爷，春喜姑娘，真是让我好等啊！听闻春喜姑娘今日要嫁人了，我来看看，到底是哪家的癞蛤蟆有那么幸运能娶到春喜姑娘？叶二少爷，有话不妨直说。今日是魏萧两家的联婚宴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回到魏灵泽身边，小黄他们俩的婚事，我就给你3000金。叶二少爷，民女如今已经订婚了，如何才能掺和进魏萧两家婚事？叶二少爷是想要当街杀了民女吗？这样恐怕叶二少爷也洗脱不了杀人的罪名吧。杀了你会遭我的事。不过你今天要是不乐意的话，我就找人把你打晕，脱光了丢到大街上去，到时候别说嫁人，你不被进猪笼都算好事儿。我给你3息时间，好好考虑考虑，从还是不从？这个疯子！我可以按照叶二公子的安排，但我得先得到好处。好，好，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。
拿了好处就乖乖做事，若有其他想法，我杀了你全家，知道吗？是。清河，既然你眼里只有魏灵泽那个伪君子，这个休管女生出手，让你看清他的真面目。恭祝老夫人松柏长青，福寿绵长。恭祝老夫人福寿绵长。好啊，今日各位亲朋来贺我这个老婆子的寿辰，老身心里甚是欢喜。就着这个喜庆的日子，那就再添一桩喜事儿。我萧家与魏家在早年便定下婚约，今日两家都在，就择个良辰吉日把孩子们的婚事儿就定下吧。这也算是好事成双。老夫人今日可是一箭双雕啊！你这寿宴还没散呢，这喜宴又排上了。看来我们这些老家伙明年还要备2份礼呀！就属你会算计。放心到时候老身定要让你坐主桌上。哎呦，好好好。二小姐，那曹家的曹春喜来了，说是求见大小姐。她敢来？今天是我姐姐和魏灵泽的订婚日子，这小女人定是不甘心，想过来搞事情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我找萧大小姐有重要的事情，说是窝了事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不要脸的狐狸精，居然还敢送上门来，还不赶紧把他捆了，乱棍打死！还不赶紧给我去追！站住！不许跑！站住！别跑，打断你的腿！萧夫人，我看咱们两家的亲事就定在8月15，如何？8月15，花好月圆，甚好甚好。清河，你觉得呢？清河单凭母亲做主，刘英怎么办事的？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？站住！你疯了！打扰了老夫人的寿辰，大陆急先来了都救不了你！快给我追啊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该不会……这是府里派来表演杂耍的吗？春喜，这大好的日子，这丫鬟竟敢跑来砸场子。果然，他说的家人全都是演戏，请我来萧家商议婚事，他就急了。大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大人，大人，你一定要为民女做主啊！民女有要事要求见萧大小姐，萧家的下人就对民女喊打喊杀。民女不想死的不明不白，所以只能拼命跑来这里，想问问民女究竟犯了何等滔天大罪。方才我一直跟在母亲身边，并不知道春喜姑娘来萧家找我的事情，更不曾下令要打杀姑娘。混账东西，扰我祖母寿宴，还信口雌黄污蔑我姐姐，杀了你都是便宜你。我看你啊，就应该被千刀万剐才对。耶，休得胡说！民女知道，大小姐温柔善良，自然不会做草菅人命的事情，就只怕是你们这里的下人擅作主张，讨主子欢心。大小姐，是奴婢错了，奴婢听到门房传信，想讨好二位主子。来人，把这个擅作主张的奴婢带下去，家法伺候，其余等人罚俸3月。是。你方才说有要紧的事找娥儿，现在可以说了。回夫人，叶二少爷找到民女，想让民女搅乱魏萧两家的婚事。若是民女不答应，就要将民女的衣服扒光，把民女丢到大街上。民女实在惶恐，只能找大小姐求助。你说这些有何证据？有，这是叶二少爷给民女的金元宝，还承诺事后给民女3000金。这元宝的确是叶家所有。哼，叶家养出的好儿子。夫人，民女愿意去叶家，
与叶二公子对峙，但只求夫人能保全民女一家安全，不然民女只怕一出门就被叶二公子给打死了。敢！这事情已经清楚，这多亏春喜对我们魏家忠心，要什么赏赐你可以提。叶二少爷的金元宝能让民女留下吗？当然可以，你报信有功嘛，我还可以再赏你10个元宝。多谢夫人。这孩子倒是挺合我眼缘的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。多谢老夫人，只是民女不知今日是夫人寿宴，未曾准备贺礼。这2锭金元宝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哎呀，好好，坐吧坐吧。你尝尝这个。多吃点。娘，萧夫人，若是没有其他意义的话，我看咱们萧魏两家的婚礼就定在8月15了，咱们魏府也好早做准备。好的，就这么定了。老夫人，告退了。曹春喜，你什么意思？自然是要恭祝魏大少爷好事将近了。方才我看你吃饭挺香的，日后得空啊，就多来府上陪陪我。咱们府上啊，还没有谁像姑娘这样胃口好的。有姑娘在，老夫人今日比平时多食了半碗饭呢。承蒙老夫人喜爱，只要夫人不嫌打搅就好。那叶二少爷找你麻烦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这本就不关大人的事，更何况大人如今刚破获了这么大的案子，现在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，我怎么好拿这种小事来麻烦大人？你的事怎么算麻烦？你的丈夫是我的下属，我身为上司，理应多照顾你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报复。还请大人笑纳。你若想报答，不如换一种方式。沈大人，真没想到你让我报答你的方式，竟然是来这儿做贼。我本身也不想把你牵扯进来，但奈何魏府守卫众多，我只好出此下策。这魏府到底犯了什么罪啊？你还记得当年的税银案吗？你是说3年前魏林泽和魏老爷押送官银，结果被半路抢劫，最后魏老将军身亡的那件事吗？不错，我现在也有人证，就差魏家骗人的账本。如果把这个找出来，就能将魏家一网打尽。原来是这样，只是我不明白，如果他们监守自盗的话，为何魏老将军还会身亡？就连魏林泽也整整瘫痪了3年。这就是他们的现世报了。若当年那笔银两按时送达，怎么会有清江府恶表3000？真相竟是如此。沈大人，第一次做盗贼，有点紧张，助我一臂之力。啊，沈大人，报酒。春喜姑娘还打算抱多久？啊！大少爷今日怎的又喝醉了？听说他今天和萧家订婚，春喜也去了，难怪。沈大人，咱们去魏林泽房间看看吧。你确定账本就在这里？我之前给他捶腿的时候，我看见他把账本放在这里了。大少爷，慢点。
春喜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大少爷，春喜，这也太恶心了。大少爷，他们应该被迷晕了，咱们出去吧。果然在这里。只有这样，一时半会儿魏家应该发现不了。咱们赶紧走吧。春喜，还好吗？还好。沈大人，胡夫君多久回来？我担心魏林泽他。你放心吧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。拿着这个，若是遇到危险，就用这个。走。哼，清渊，我就知道这事儿交给你准没错。待我将这账本交给父皇，三弟那边怕是要元气大伤了。这次你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臣只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在这件案子结束之后，臣要以清渊侯爷的身份，在上京开府立足。哼，这算什么要求？过去10年，你破获了那么多桩案子，上京早就该有你的一席之地了。不过，你不是最不在乎名利吗？怎么突然想明白了，想要人前显露了？我是不在乎名利，但是我不想要他跟着我受委屈。沈爱卿，你这铁树也开花了，真是难得呀。大少爷，滚！滚！是。少爷，春喜的未婚夫我们查到了，他是林凡，是京兆府的侍卫。前几日沈清渊派他去京城办事了。另外，我们怀疑他之前会有那么多的聘礼，是沈清渊在背后支持。好一个沈清渊，好一个林凡！派出魏家所有暗卫，找到那个林凡，灭口！是，少爷。沈清渊，我跟你没完！大人，魏家那边突然派出了许多暗卫，做什么？好像是在找您。找我？或者说是要找春喜姑娘的夫君，那个林凡。他们还真是贼心不死，多加派些人手，去看住田牢里的那个林凡。他毕竟是顺银案的主要证人，以免走漏风声。是。阿喜，阿喜，阿喜，谁呀？是我，大哥，阿喜，你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阿喜，阿喜，大哥没有保护好你，愧对爹爹。大哥，这么多年你爱哭的毛病是一点都没变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阿喜，大哥没事了啊，回来就好。阿喜，我饿了。走，吃饭去。走。母亲，儿啊，媳妇，你们辛苦了。可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瘦了。来，哥，快吃。辛苦你了。
慢点吃，慢点吃。瞧你饿的，看那黑心作坊就舍不得让你吃饱。儿啊，听娘的话，以后不去了。你妹妹在魏家得了不少的东西，能卖不少钱呢。娘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作为阿喜的大哥，怎么能惦记妹妹的东西？哎呀，你傻不傻呀？她藏了多少钱呢？她呀，瞧不上这些东西。娘，不管多少钱，都是阿喜凭本事自己挣的。谁也没资格眼红。眼红？什么眼红啊？她又没嫁人，她有了钱是不是该分给咱家？难道她一直藏着带到婆家去？那像话吗？娘，阿喜，你真要嫁人了？哥，等我跟他完婚，我就彻底搬过去了。阿喜，这是不是太仓促了呀？我连未来妹夫的面都没见到。哥，你就放心吧，他是个好人，而且非常勇敢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有一个好上司。还有一个好上司，那就是一个京兆城的一个小侍卫，哼，让他说的跟朵花似的。娘，阿喜，既然你这么认定他，那做大哥的一定支持你。明天大哥带你去买嫁妆。他买什么嫁妆？娘，难道你没给阿喜准备嫁妆吗？哼，大哥，是这样的，我跟娘说好了，不要嫁妆，他不要聘礼。这怎么能行啊！阿喜，这嫁妆你必须得有，况且这聘礼本该属于你的呀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辛苦把他拉扯大，他不回报我把钱给他啊，让他拿着我的钱去给别人糟蹋，是吗？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合着我怎么做都不对是吧？啊？哎，娘，你气儿吧你！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阿喜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大哥，我准备买一间铺面做吃食买卖，明天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陪我去看看铺面吧。哦，好。二位需要点什么？这边看看。阿喜，你觉得这个簪子怎么样？哥觉得很衬你。哥，我都说了我不要嫁妆。阿喜，我是你亲哥，都没给你买嫁妆，买个簪子怎么了？掌柜的，这簪子多少钱？二位好眼光，这是我们铺子新上的新款，诚惠100两。这么贵，我们不要了。这，您不喜欢这个，看看别的。这就是你新找的夫婿，萧二小姐，连枚100两的簪子都抠抠搜搜，难怪非扒着我姐夫不可。萧二小姐，这位是我哥哥曹武。这100两对于萧二小姐来说确实不算多，但对于民女一家确实不算太少。所以我说，你们全家都是上不得台面的货色。我要是你啊，我都不好意思出门。这位姑娘，我们兄妹二人又没得罪你，干嘛这么说我们？你知道你妹妹做了什么不要脸的事吗？民女确实不知道做了什么，让二小姐这么不待见。你作为丫鬟，以下犯上勾引主子，就是不要脸。那二小姐觉得我比大小姐更漂亮吗？哼，你家没有镜子吗？我阿姐比你好看1000倍100倍。那二小姐觉得我比大小姐更温柔更有才情吗？怎么可能？我阿姐饱读诗书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操持家业更是不在话下。你拿什么跟我阿姐比啊？那二小姐觉得魏大少爷和其他人瞎吗？是个明眼人都知道我没有资格与大小姐相提并论。若二小姐一直非要跟我过不去，岂不是自降身份吗？你够了，阿玉。阿姐，春喜姑娘，实在抱歉，方才我在楼上试衣服，没有看到阿月过来找你。没关系，二小姐对我有误会，解开了就好了。误会？你可真……阿月，住嘴！给春喜姑娘道歉。我不要。二小姐，若你真为了你阿姐好，不如你们趁早远离魏家。大小姐，我言尽于此，我和哥哥还有事，先行告退了。走吧。
阿姐，你为何对他百般忍让？你又不欠他什么。怎么可能不欠呢？魏郎最艰难的日子都是他陪着熬过来的，就算未来魏郎要给他名分，也无可厚非。阿姐，难道你甘心跟这种人共侍一夫吗？阿姐，你自幼饱读诗书，才学不输男子，不管出去哪里，你都是众星捧月的存在。你和姐夫自小青梅竹马，姐夫在没出事之前对你可好了，有什么吃的，有什么好玩的，全都要第一时间送到阿姐手上。若是有人敢说阿姐半句不是，姐夫第一个不答应。上京谁不知道，阿姐和姐夫才是天造地设的神仙眷侣。若不是当初姐夫出了事儿，这个贱婢子怎么会出现在姐夫身边？这种人连给阿姐提鞋都不配，他怎么还有脸让阿姐离开姐夫？我就这么一说，人家现在不是已经离开魏家，还定下婚事了吗？就算我不介意，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做妾呢。他凭什么不愿意啊？难不成他还准备倒反天罡，压阿姐一头不成？之前姐夫对全家承诺过，此生只爱阿姐一人，绝不纳妾。谁管这个狐狸精到底在想什么？是，你姐夫只爱我一个人，所以你以后能对他客气一点吗？客气？我客气不了一点儿。你就是曹春喜他娘？是，不知贵人找我何事？我给你50两银子，你帮我办件事儿。不知贵人叫我做何事？只需要你把这枚玉佩放到曹春喜身边，且不要被他发现了。是。春喜，辛苦你了。没事儿，嫂子，你好好休息。把这个小贼给我抓起来！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抓人？夏二小姐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今日和姐姐一起逛街，意外丢失了玉佩，府内上下和聚宝阁都找过，就是找不到。思来想去，也就只有你会偷走我的玉佩了。夏二小姐，平白无故，无凭无据，你凭什么肯定是我拿的？无凭无据？哼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的东西都给我翻出来！站住！夏二小姐，你带人私闯民宅，真当上京没有王法了吗？嘿，贱丫头，就凭我家小姐姓萧，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大嫂，别怕，我没有拿她的玉佩，放心，大不了咱们报官。二小姐，我没有找到玉佩。没有？怎么可能？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啊！我知道了，把他们2个给我按住，搜身。夏二小姐，若是你再这样无理取闹，我可就要报官了。报官？哼，本小姐在这儿，怎么会给你报官的机会？给我动手！既然你执迷不悟，这是什么？小姐，没事，这好像是金无畏的召接令。金无畏？哼，这个贱婢怎么可能真的把金无畏叫来？就算真的叫来，哼，他偷了我的玉佩，他也捞不着什么好。给我继续搜！小姐，找到了，玉佩真在这小贱婢的荷包里。女儿，这是什么？荷包，你要嫁人了，娘都给你准备了。娘的女工还是一如既往的好。
你别怪娘就是了。哟，你要哭了？我还以为你这丫头真天不怕地不怕呢。春喜，这该不会真的是你偷的？现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小二小姐，是不是我偷的？你心里清楚的很。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这玉佩价值千金，按大唐律法，不仅要没收你全部家产，而且还要入狱20年，鞭刑50下。鞭刑50下，春喜怎么受得住这些？小二小姐，我们家春喜非常乖巧，她一定不会干出偷盗的事的。小二小姐，你如此这般，萧老夫人和大小姐他们知道吗？不管他们知不知道，今天我一定要为阿姐好生出一口恶气。贱婢，跪下！小二小姐，你这么对我，就不怕损害大小姐的名声吗？闭嘴！你也配提我阿姐的名讳？我今天非撕烂你的嘴不可！住手！小姐，是秦无畏。闭嘴！我长眼了。沈大人，你来的正好。这贱婢偷了我的御赐玉佩，人赃并获，我只是依法追回，小小的教训他一下罢了。依法？大唐哪条法律让你萧二小姐私闯民宅，纵有私刑？还有玉佩失窃，乃交给我京兆府办。你们萧家是要行使官府职权吗？这玉佩是御赐之物，偷了我的玉佩就是死罪，我亲自来拿回，有什么不可？沈清渊，你堂堂京兆府尹，难道要为了一个贱婢与我们萧家作对不成？人赃并获，那只是你个人认为。请书在，将萧二小姐及其随从请回京兆府，本官倒要好好问问，是怎么人赃并获的。无畏。沈清渊，你敢！我爷爷是江宁知府，我萧家世代簪缨，你不过区4品府尹，谁给你的胆子敢动我？萧二小姐好大的官威，江宁知府，大唐律法在上，天子脚下，岂容你这个闺阁女子仗势行凶，私设公堂？别说你爷爷是知府，就算你是公主，触犯国法，我家大人也照办不误。拿下！沈清渊、曹晨喜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带走！没事吧？有事伤吗？多谢沈大人，我没事。这玉佩到底怎么回事？是我娘做的，是萧清月让她把玉佩放在我的荷包里的。我也不知道萧清月给了她多少银子，让她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舍了去。好阿喜，这次娘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你放心，我和你大哥定不会让你白白受了这委屈。我们去找他，哪怕闹到族长那里，我们也要为你讨回公道。沈大人，您先坐，我去给您倒杯水喝。想哭就哭吧，在我面前不必逞强。哭又有什么用？我原以为他还是会有那么一丁点在乎我的，可是他一点都不在乎。
我想好了，我要离开这儿。想清楚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再也不是我的家。可是沈大人，林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你想见到他？好，交给我去办。你先回去收拾东西。可是林凡还没有回来。交给我吧。面具，林凡他怎么了？沈大人他出事了吗？春喜，林凡就是我。或者也可以说，一直答应娶你为妻的不是林凡，而是我沈清渊。这不可能，林凡，怎么可能是大人您？大人您莫要开我玩笑了，您怎么会愿意娶我？这不可能。你怎知我不愿意？因为我出身低微，又不知书达理，之前还给魏家大少爷端屎端尿3年，我根本配不上大人您。我与凶手尸体打交道10年，而且比你年长，按这个道理来说，理应是我占你便宜。还有，为何我之前要隐瞒身份？是因为税银案牵扯众多，我怕你跟我扯上关系，会把你推到风口浪尖。可是我现在如此年纪，媒婆只给我说比我年长的。况且大人一点也不显老啊！我知道，大人您一定是想帮我脱离魏家魔爪，对不对？大人您放心，我一定配合您调查税银案，待真相查明，大人再给我一纸休书，我保证绝不纠缠。你误会了，我心悦于你，从见你第一面开始。所以，我不会给你休书的。我要你一直做我的妻。菩提下，闪烁千年，盼你一时来回眸。可这场风雪蔓延了一生春秋，愿与你对酒，一醉方休，哪怕是梦里才有的厮守。菩提下，世间烟火万丈，红尘都看透，让枫叶作酒，染红了我的双眸。你是否留下这一世这份情长留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清远侯世子沈清渊，文武兼资，擢升兵部侍郎，协理京畿防务。二其甚乃忧思，律己奉公，上达君恩，下安黎庶，钦此。臣沈清渊叩谢天恩。恭喜沈大人！哦不，咱家得叫您一声侯爷了。这年纪轻轻就承袭侯爵，手握兵机要职，未来不可限量啊！装模作样，沈清渊，5年之内我一定会超过你。今日承蒙天恩，臣沈清渊还有一事相告，臣不日将成婚，还请诸位到府上喝喜酒啊！这不知是哪家的姑娘能得到侯爷的青睐啊？公公到时便知。咱家一定来，一定来。魏大人，这是给您的喜帖。大人，
说，这喜帖上的名字为何是春喜姑娘？娘子，小妹，是大嫂还没有足月，怎么现在就发动了？不知道。你还好意思问？要不是你不消停，这萧家二小姐怎么来家里闹？大嫂怎么会出事儿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大嫂腹中的孩子有什么好歹，你就是曹家的罪人。钱是娘拿的，我怎么成罪人了？你明知道萧家不会善罢甘休，为什么不让嫂子回家？那也是你先惹上萧家的。大哥，你别担心，我去回春堂请了大夫，人一会儿就到。我还买了一颗老参，等会儿给嫂子吃下去就没事了。这老参，他也值10几两银子吧？娘，哎呦，那都已经有稳妥了。那你大嫂平时身体挺好的，不会有事。你说，你花这个钱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你还没嫁人呢，你不能进这产房，不能进去看大嫂。那你着急忙慌把我叫回来做什么？大嫂，用力，快了，坚持会儿。嫂子，你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，坚持住！用力啊，用力啊！这是百年老参，把这个含着，吃下去它就有力气了。放心，你的孩子会平安生产的。撑住啊，撑住！行。大嫂，对不住你。嫂子，你别说这些，把我小侄子生下来就好。快了，加油！使把劲儿，马上了，再用点力！加油啊！出来了！生了，是个大胖小的，恭喜！快！怎么还没好啊？县长，孔娘子怎么样啊？他没事儿，母子平安，就是太累了，睡着了。你看这大胖小子，真让人喜欢啊！真白劲儿！哎呦！恭喜！二位姐姐，今天多谢了，不用客气，我们先走了。李婶，今天多亏了有你。大家这么多年的邻居，帮忙是应该的嘛，用得着这么重的线？哎呀，劳烦婶子上大山阁给我嫂子家里报个信，就说我嫂子被我大哥打了，我娘还拦着不许我大哥给嫂子请大夫。哎呦，你嫂子娘家可不好惹，这么说他们不得叫上一大群人来把你家踏平了？就是要让他们叫人来才好。这你怎么来了？春喜，跟我走吧，求你跟我走吧，春喜，我不闹脾气了，我们以后都不闹了。放手！慧林子，你有病啊！你我即将各自成婚，你闹这出给谁看？春喜，你终于愿意叫我名字了。有病！曹春喜，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没有你我会死的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，全都给你。慧林子，你说这些你自己信吗？在你眼里，我曹春喜从来就不是个人，我只是你用的最顺手的器具，刚好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成为了你的依靠。你说你不能没有我，可你身体恢复好的第一天，你就直接毫不留情地丢下我。甚至当我回想起了那些时日，我就会想到那些糟糕的画面。现在你说你不能没有我，魏林子，你不是喜欢我，你是恨我。你恨我这个见过你所有狼狈模样的人，你巴不得我消失，好抹去你完美人生里的污点。不是这样的，春喜，从你走了之后，我过的每一天都像活在地狱里一样。打我好不好？
打我春喜，你骂我，你杀了我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去。魏大人，向内子跪地道歉，是你们魏家的新礼节吗？沈清渊，不过内子心地善良，见不得脏东西。魏大人，还是请回吧。清渊，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是吗？魏大人，慎言。沈大人，可知这双手过去3年日日夜夜为我把屎把尿，擦身换药，如今牵着它，不嫌脏吗？这一巴掌我早就想打了。魏大少爷，当初你拉裤子哭爹喊娘的时候，我都没嫌脏，你还嫌嫌什么？要不是魏家势力大，像你这种人早就该烂在床上，身躯长疮，连野狗都嫌臭。原来在你心中，我就是这么不堪吗？没错，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，觉得我会留下。在你看来，甚至我还觉得非你不可。从始至终，你对我就没有半分的喜欢吗？从未。道心，走。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！少爷，不好了，金无畏他们包围了魏府。圣上有令，魏家坚守自盗灾淫，证据确凿，立即押赴诏狱，满门抄斩。不可，这一定是诬陷！沈清渊，你王八蛋！押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人真是好手段。他这么折辱你，你当真不生气？我跟他一个将死之人计较什么？我心胸宽广的很。巧了，本官的脾气差得很。夫人日后不必再心胸宽广了。若能重来，再也不会放你走了。王贵秋，你这个毒妇！我女儿嫁到你们家一天好日子没过过，你倒好，纵容你儿子打了她早产不说，还不给她请大夫，你真是想让我女儿一尸两命吗？你是不是疯了你？我儿子对我儿媳妇那感情好得很，何曾动过他一只手指头？你别跟我装，曹我，个王八犊子，给我出来！娘，好你！当初把女儿交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？这怎么回事？现在回家该打他，看老娘不打死你！你打死娘！哎呀，你出来干什么呀？那刚生完孩子不能见风。如果他们家有人欺负你，跟娘说，娘替你做主。娘，你别误会，婆母和五哥都待我很好。昨日我生孩子，妹妹还给我买了百年老参，还专门去回春堂给我请了大夫。啊，那怎么有人说你婆家人欺负你啊？哎呀！是我让人请伯母来的。伯母，虽然大哥和娘都不曾苛待大嫂，但是昨日的确是有人上门砸东西，这才害得大嫂提前发动。我一猜就是你。哎呀，姓王的，你不是在我跟前挺能耐的吗？这怎么还能让人打上门来啊？你儿媳妇跟孙子都快出事了，你就这么算了你啊？哎！娘，你怎么不继续说了呀？怎么是怕别人知道你卖女儿不仅惹上了祸事，还害了儿媳妇和您孙儿吧？出来了，阿喜，阿喜，大哥，你也回来了。阿喜，今天是你回门的日子，大哥觉得有些话不该说，但是还是得说。
这个家对不起你。现在你嫁给了沈大人，靠着这份恩情脱离这个家。从今以后，你还是不要再回来了。娘，我会给她养老送终的。娘做的那些事儿，大哥听了，真觉得没脸再面对你了。却不想你嫂子出事的时候，还是你找人救了他们娘俩。我不想阿喜你继续被这个家拖累了。回春堂的大夫和药都贵，大哥手里只剩这么多了，你收下，剩下的大哥以后再慢慢还给你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这照顾大嫂和我大侄儿，本来就是大哥的责任，我就不跟你争了。阿喜还认我这个大哥。走了。上来。再见了，娘。阿喜，阿喜，你一定要幸福啊！阿喜。